OK， 赛550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的一个静态和它的一些细节配置。那这台车跟之前试的肖600是一模一样的动力参数，同样是61匹的一个动力，550排量。那这辆车配置其实跟肖600差的不太多，一样的也是前面马祖旗配 Brembo 对式，然后呢轮胎是前后17寸圣星的 S3的轮胎，前面是11017，后面是16017。轮毂的配色是一个铝合金削切的一个外观，前面还蛮好看的，但是后面就是看起来感觉这个胎有点大，就可能是因为它这个地方的间距比较多，就看起来有点肥胎的感觉，但实际上其实这个胎是没有问题的。之前很多朋友说在肖600上面它的那个碳罐很空，那这一台赛550它有这个护板之后，像碳罐啊，包括这些线束包起来了，整辆车看起来会整非常多。那静态几何的话，车把其实不会特别的低，车把还蛮高的，是高于坐垫的。然后这辆车座高是810，等会儿我们试坐一下。油箱是16.5升，整体看起来我觉得应该1.75米以上或者1.7米以上都能驾驭这辆车。我们来试驾一下，试坐一下。OK， 跨上来。扶正车子 ，OK， 我身高是180，体重是170，我是可以双脚完全着地，并且我的腿是比较弯曲的，然后呢，脚踏是不会干预我的脚的，车把不算低，还可以。坐姿感受，油箱其实蛮大蛮宽的，如果说我在高速驾驶的话，我的肚子是可以贴在油箱上面的，这个还是蛮好的。这辆车的脚踏我是觉得偏高了一点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它的探针其实离地面蛮高的，意味着你的倾角会非常大。你看，你压这么低，你还没到你的探针的位置，我是觉得这个倾角太大了一点。坐上这辆车之后，你看现在是没有负重，就算有负重，我的车辆下压也只是一点点，大概下压了这么多，那么意味着它的倾角还是太大了。有可能是什么？有可能是，比如说我对这辆车不是很熟悉，我的驾驶技巧也不是非常丰富，但是呢，我又没有那个逼速，进到弯里面，我用一个比较快速度迅速压下去，就会导致什么？倾角太大了，然后就漏掉。有的可能吗？我觉得是有的。同样的，如果你进到弯里头，它有可能会给到你一个比较大的极限，因为探针不够长，它可能没法给你一个预警。所以如果说骑这辆车刹弯，心里要留一点东西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上新细节。其实它的这个开关键跟赛600那个差不太多，细节上。像这边就会有一点点毛刺，就是我个人是不是非常在意这些毛刺的东西吧。然后三角台看着还行，有一点点的毛刺。我们点亮仪表看一下。这个仪表跟赛600用的是一样的仪表，包括形状，然后 UI 也是一模一样的。OK， 进来之后，那这辆车的卖点是它有模式切换，然后 TC ABS 可以关闭，包括有像胎压、水温这些，你这是都可以看到的。在你的左手边这里有个 Enter， 点进去之后，它会进到动力模式。比如说我现在进入到动力模式之后，我可以选普通模式或者说运动模式。那我现在就是一个运动模式了。然后呢，在这边你可以选择 TC 关或 TC 关或者开。我们把 TC 开起来，然后蓝牙，那你连接蓝牙之后，你就可以投屏你的导航，或者说一些其他信息投屏到你的这边屏幕上面去，包括电话有的话也会投屏过来。仿赛车它的壳比较多，所以经常会存在一些像什么塑料件共振异响。这辆车目前像我这样子捏起来摇起来异响不是特别明显，没什么太大异响，还行，挺整的。很多仿赛，特别是你一旦拆过壳子之后再装回去，就会发生这种面板异响什么的，然后你就要用那种3M 的指正胶去贴在里头，不然的话你一骑起来到了一个撞出区域，就整个车整得特别的烦。然后这辆车它的离合特别的轻，你看我用一个手指头可以拉动，离合非常轻，这点是蛮好的。刹车的目前手捏起来是一捏就有，等会儿我们骑起来看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就把这辆车骑起来看看吧。哈哈，好，这个点火声音跟肖600一模一样，鼓动感还是很强的，270度曲轴的鼓动感还是蛮强，我很喜欢那个鼓动感。然后这辆车的排气声音会比肖600小一点，打个档，一档。我们先试一下它怠速能跑多少。离合非常轻，一放就有，比肖600好很多。肖600那个离合要放好远，这个一放就有。怠速高2档，它的低扭也还不错，你基本上2档能跑到18这样速度。哦，好传动好强哦，像运动模式传动感蛮强的，轻轻给油，传动感好强。我们来找地方绕一绕。对，它的低速传动感蛮强的。
我的手应该算是比较稳的了。那它在一档，你介入油门，就是从没有给油到介入油门这下传动感还是蛮强的，你需要很注意去控制油门。你看，很注意控制油门，就算我非常轻给它还是会闯一下，我们来切个模式试试看。哎，我操！它这个普通模式跟运动模式，我感觉喷油量不一样，我一样的离合器放法，我就要熄火了。啊，换了普通模式，油门响应好多了，你看，不闯了，轻给油，不闯了。普通模式从0到1给油不会很冲，可以接受。你只要有一定的驾驶经验，你油门控制好可以接受。我现在2个手指给油。慢慢给，你看可以很顺上来，慢慢给，很顺，可以的。好，我们把车骑到路上去，看看它在道路上驾驶感受吧。OK， 我们走起来。老样子，先在园区里头简单的绕一圈，试一下这辆车。个人感觉啊，这辆车，它的这个低扭会比那个肖600会弱一点点。这辆车会比肖600虽然是一样的发动机，但它需要用更高的转速，2档5000转4500转50不到，它的低扭会比肖600调的稍微掉一丢丢，但它的减震会比肖600舒服一点呢。我觉得它的减震很 Q 弹，前后减震等等没有那么肖600那么硬。OK， 好，我们出去试试看，出园区了。Here we go， 好，我们出来了。一档极速70，今天老样子还是到底附近，所以没办法去跑太快，所以呢，我只能给你推算一下吧。一档极速70的话，2档极速应该是在95左右，不会超过100，95以内啊。OK， 首先是坐姿部分啊，这辆车的坐齿感受还可以，油箱够宽，可以很舒服的夹住。然后呢，我的上半身肯定是往前趴的，然后手把的距离不会离身体太远，我的小臂是可以垂直往下摆的，这样子方便我去做推把动作。然后坐垫的高度，我会希望这辆车坐垫再高一点嘛，我的屁股目前还是一个比较下沉的姿态，如果能再高一点，能再往前俯冲一点，我觉得站得感会更强。当然，同样的长途的话，你的腰会更累。但就像我刚刚静态说的，这辆车定位就是一个街道小跑车，以街车的尽可能往仿赛的姿态去倾向的一个街车坐姿。如果说短途50公里以内的日常代步，我觉得这辆车骑起来是不会太难受，还好。然后呢，我屁股往后挪一点点，我把我的屁股顶在后排坐垫的前面，然后呢身体往前趴，这样的驾驶还行。它不会非常的战斗啊，总结就是它的坐姿不会非常战斗，然后呢腿是可以牢牢夹住油箱的。但你别说啊，这辆车发热感还挺强的。现在我已经感觉到热了，已经开始感受到有热量起来了。因为今天穿的是比较薄的裤子，所以热量传递的会比较明显一点。OK， 我们来试试看这辆车在城市拥堵道路的驾驶感受。今天车辆还是蛮多的，现在几点？现在12点半，车辆还是蛮多的。这辆车在市区70以内速度，你用到3档就足够了。这辆车的转向还蛮灵活的，推把的速度不算慢，你看推过来，转向速度不算慢啊。但仿赛其实在低速它的驾驶的灵活度肯定是不如街车或者 ATV 的，转向低速转弯有点吃力，但是问题不大。仿赛就这样，先让我搂一圈习惯一下这辆车，因为我这个人不怎么骑仿赛的，我也就20年以前在澳洲玩赛道的时候会骑仿赛，但之后我基本上是不骑仿赛的，腰受不了，我有腰间盘突出。低扭我感觉应该是在4000转以后，低扭开始上来有了，给油，车子的拉扯感开始上来了啊，给油拉扯感上来了，提速是快的啊。3档4000转开始给油，速度迅速从60到80，这个低扭还是有的，这个发动机的低扭还是有的。然后呢，整辆车的一个运行震动，我的腿、我的脚震动感会比我的坐垫跟手把震动更高一点点。这辆车的车把反而
反而对于一辆仿赛，我一开始的预期，它的车把震动感应该会更大一点，但反而它的车把震动是最小的。OK， 一档6000转换挡哦，3档、4档、5档、6档、5档、4档、3档、2档。它的离合器的顿挫感会比小600强一点点。一样的人，一样的手，一样的操作，同样的发动机，它的顿挫感会更强一点点。啊，像4档、5档、6档、5档，减个速，4档、3档、2档，它顿挫感会更强。这个变速箱一样的东西，为什么它的顿挫感这么强呢？油门调教的不同吧。神奇，哇，女骑，它的挂档的脚感会比小600更硬。同样发动机，它的挂档明显硬很多。空档是好找的，没太大的问题，那就是挂起来会更硬一些。再来一次试试看。如果用离合器换挡，哦，这个问题在于这辆车的离合间隙特别的短。小600离合在这里，这辆在这里，两个离合器调的不一样，可能这是为什么这辆车我挂起来感觉顿挫感特别强。如果说我把离合器调一下，应该是差不多的，挂档是好挂的，然后档位也是好找很清晰的，就是段落感不会特别强。这辆车挂起档来段落感没有很强，有可能是因为它挂档杆行程不一样，导致它的那个就是它的挂档杆长度不一样，导致它的行程有变化，它挂起来的段落感弱了一点点，反馈弱了一点点，当然跟我的今天鞋比较厚有一定的关系吧。这辆车基本上我在城市道路，像这边道路限速是70的话，我基本上用不到4档，我不可能用到4档的，用到4档有一点点扭矩不够了，3档足够了。3档70就是在5000转到8000转之间，你根本就到不到红线，红线是9000转开始，然后这辆车是1万转断油，刚刚有试过。走，我们进去试试看，去试一下减震吧。来了，减速带来了，我们来试一下以30速度过减速带。哇，好 Q 弹，好 Q 弹哦！我感觉它在低速的驾驶的时候，它的减速带处理的比小600还舒服。来试一下。哦，我的身体没有明显的那种就是被颠起来的感觉，我的整个人甚至没有离开车座，屁股没离开车座。这个减震还蛮舒服的。前后减震调教的，目前的原厂设置调教的几乎是一样的，它的压缩感包括落地的时候拉扯感很 Q 弹，我们很喜欢这个减震。这辆车我最喜欢的是它的减震部分。我们找一个路面开阔一点的地方去试一下这辆车的刹车吧。这里可以吗？哦，这里可以。它前轮 ABS 介入的偏早，前轮几乎是没有打滑现象发生的，没有听到轮胎叫，也没有很明显的车把的一个偏移量，前轮 ABS 偏早。我来试一下单前刹效果 ，Let's go。没链结合直接刹死了。ABS 介入的算早，我还是觉得算早。ABS 介入了，然后呢，轮胎几乎没有叫，没有听到轮胎叫的声音。ABS 介入算早的了，它不会给你前轮任何失控的可能，跟小600不一样。好吧，我们再试一次刹车。